别人荒野求生的时候，男人已经搭建好了气派的庇护所，结果没住几天，森林就下起了暴雪。说好的住几天，变成一整个冬天。由于之前搭建的悬崖庇护所过于狭窄，就连翻个身都很困难。老胡只好带着狗子重新启程，沿途靠着吃野果充饥，终于在一片山坡上找到了风水宝地。随即，老胡清理出场地，用绳子规划出地基的范围，看这面积起码是30一厅起步。接着，老胡开始挖掘起来。虽然表面的泥土十分松软，底下的沙砾层却非常坚硬，必须要换上镐头才能继续操作。等到地基平坦后，他在地上挖了几个半米深的基坑，为了能让庇护所百年不塌，所有的立柱底部都需要进行碳化。随后，老胡扛起上百斤的木材，将它稳稳地放入基坑中，底部用小锤子夯得结结实实。要不是当初被妻子赶出家门，他也不会知道自己在搭建方面的天赋。考虑到后期需要爬上爬下，老胡3两下就做好一张野生梯子。横梁的连接，他选择用榫卯结构，只需要在木材上凿出对应的3个凹槽，就能将它们精准地卡上去，再用10几厘米的钉子进行加固，保证它们相亲相爱，百年好合。老胡一连固定好3根横梁，又去绑架了一位野生树熊，当场就给他来了套去角质的服务。接着，老胡将木材抬到横梁上，用铅笔画出对应的凹槽形状，先用锯子打个前阵，再交给斧子进行劈砍。这样一来，木材便能无缝衔接。幸好老胡总是半夜偷偷看一空荒野，对搭建木屋的流程了然于心，很快就固定好了屋顶的框架。出于对安全性的考虑，他给每根横梁都安排好支架。3个人的爱情不靠谱，但3角形的结构却最结实。而后，老胡开始铺设地面的龙骨，每一根木材相连处都要用螺丝进行加固。接着，老胡用木材划分出窗框的区域，方便后期的搭建。现在的框架就十分结实。清晨，老胡从吊床上醒来，摸了摸狗头，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工作中。得益于他之前收集了不少的野生木板，现在只需要给它们去个皮，就能直接使用。做完一面墙，老胡取出防水布固定在屋后，既能防潮又能避免泥沙渗入。随着3面墙体都已经完工，老胡开始铺设屋顶，依旧是用木材进行平铺，结实的框架让它能够在屋顶为所欲为。虽然现在屋顶看着就很美观，但老胡还是取来一捆野生防水布，将它撑开覆盖在木板上，360度无死角地包裹起来。这哪里是什么野生庇护所，根本就是他能居住千万年的家。由于正面的墙体是门面担当，所以老胡做起来格外小心，所有木材还需要经过钢刷的清理。为了增强庇护所的饱满性，老胡征用了狗子常睡的隔热棉，将它固定在内部后，继续覆盖上一层木材，形成一整个专业的隔热层。对于地板的设计，老胡也是堪称天花板。只见他用火焰枪将防潮布边缘融化，让它和墙体的木材完全粘连，而防雨布之间也是同样的操作。接着再往里面撒上一些石灰，做好庇护所的防虫管理。考虑到这里冬季寒冷，之前储存的树皮可以作为隔热材料，在防雨布上均匀铺开，最后组装上野生的木地板。做完这些，老胡当即奖励自己一个烤全兔。接着他收起吊床，转头固定在室内。虽然里面还没来得及做床，但并不影响老胡提前搬进来住。昨天他在里面将就了一夜，醒来后并没有打算把床做了，而是升起篝火堆，给自己煮了一壶菊花茶，粗糙中透着为数不多的精致。接着他对木材底部进行碳化，等待的同时，在庇护所侧面开始挖坑。而后老胡取出碳化过的木材，将它们分别放入对应的坑内，从高到矮好好排队。接着老胡在木材两侧钉好方木，方便固定墙体。有了这扇挡土墙，以后就不用担心泥土下滑的问题。为了确保墙体的稳定，老胡还为他安排了2根支架。随后他取来防水布，根据墙体的形状进行裁剪，就能放心的回填泥土。为了让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自己，老胡决定打算用土将屋顶全部填埋起来，提前50年体验入土的感觉。挖出来的沟渠刚好可以用来排水。出于对审美的要求，老胡找了一些木板进行碳化，完事后固定在屋檐处，接着才拿来铁锹将屋顶夯得严严实实。老胡对比了周围的环境，而后去绑架了一麻袋的落叶，有了枯叶的点缀，庇护所立马和周围融为一体。忙碌了半天的老胡，给自己烤了2条野生鱼，再煮上1包泡面，小日子过得也还算舒服。细心的他挑出鱼刺，让狗子也品尝了鱼的鲜美。初冬悄然到来，老胡每天都要步行2公里，才能打上1桶山泉水。早饭都还没吃完，森林又开始下起了雪。老胡赶紧找来一些野生方木，开始制作庇护所的门窗。只见他用榫卯结构，将4根方木首尾相连做成门框，接着把门框固定在入户处。窗户处需要先将底部处理平整，才能固定其余的方木。旁边空出来的区域，继续用木板进行填充。随后老胡给门板装上铰链。
为了防止被零元购，老胡给门内外都安上了铁栓，这才放心的做起了炭化。火焰枪所到之处，木材都露出深沉的纹路。由于预算不足，老胡取出从爷爷家捡来的旧窗户，给他们换上全新的玻璃后，用铰链固定在窗框上。现在庇护所终于充满了安全感，再也不会走漏风声了。不过要想平安度过冬天，还得靠眼前这台被爷爷淘汰的壁炉。好在老胡3两下就将它修理好，再喷个漆改个色，谁能看出它已经上百岁了呢？为了最大程度留住壁炉的温度，老胡往缝隙里打入泡沫胶。得益于之前留好的烟囱孔，让老胡刚好固定金属排烟口。随后，老胡在墙上固定好金属片，防止木材和壁炉亲密接触。此时再将壁炉搬进来，调节好烟囱的位置，就能放心享受篝火的温暖。作为讲究一点细节的男人，老胡裁掉了多余的泡沫剂，又给门板固定好保温棉，防止冷风的进入。随后，他取出一张仿木地垫，裁剪的当后，固定在门后作为装饰，再用树枝打造一根造型独特的把手。这个家的内部就算完成了，虽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，但并不妨碍老胡准备下午茶。只见他将土豆切片，先给自己泡一壶桂花茶，而后直接在壁炉上撒盐，烘烤新鲜的土豆，搭配着果酱一起吃，香的嘞。不过老是睡在地上也不是办法，为了让自己住得更舒服，老胡找来2根方木，将它们切割成相同的长度，中间凿出凹槽后，将方木无缝衔接起来，拧上螺丝进行固定。老胡一连做好2个桌腿，又给他安排了支撑横杆。这绝对是我在野外见过最坚固的餐桌了。接着，老胡在室内立柱上凿出凹槽，固定上木桩作为支撑。考虑到自己200斤的体格，老胡给每块木桩都安排了斜撑，这才放心的铺上木板，将这里改造成90度的餐椅。在使用之前，所有木材都需要用火焰进行炭化，确保一房传3代，人走房还在。布置好了就餐区，老胡终于开始改造卧室，同样在立柱上凿出槽口，用来固定床体的龙骨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经睡了66天的地板，可见老胡的腰杆子非常硬气。而后他取出捡来的栏杆支架，准备将它改造成床腿。在木工这一块，他一向是手拿把掐，没一会就将框架和床腿相连。结束后，同样用火焰炭化，说不定这张床他孙子还能用得上。为了增加置物区，老胡找了2块木板，将它们固定在窗台，就连早上散步捡回来的树枝都被他钉到墙上，成为置物板的支撑。看不错，这小子还有点艺术细菌在身上。忙碌了半天，老胡已经饿到不行，只见他起锅倒油，放入面粉，小心搅拌，等它变成面糊后，倒上半锅的山泉水，接着将鸡肉切成块。不好意思，这是给狗吃的，坤蛋才是属于老胡的食物。饭后他点燃一盏煤油灯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由于庇护所距离地面高达半米，这让老胡觉得非常不安全。于是他收集了一些野生木材，先用卷尺进行精准的测量，接着在门柱上凿出凹槽，将原木卡进去。屋檐下同样凿出卡槽，用来安装2根立柱。好在老胡经常偷偷看一空荒野，所以对栏杆的搭建了然于心，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误差。趁着给木材炭化的时间，老胡在门口挖出楼梯基坑，只需要将立柱放进去，根据水平仪做上记号，再用锯子进行斜切，就能固定好楼梯的框架。现在只需要凿出踏板的位置。不过麻烦的事情发生了，老胡并没有捡到合适的木板，买不起电动工具的他，只能利用传统的方式，将原木一分为2。等他安装好所有的踏板，拿来刮刀将表面处理平整，坐在楼梯上和狗子玩耍了一会。为了保证狗子的安全，栏杆和楼梯处他都固定了防护支架，就连屋檐下他都安装了装饰性栏杆，只为了让整体风格保持一致。真是老青蛙头上顶小青蛙，我直接顶呱呱。随着森林里进入凛冬，大雪已经将周围全部覆盖。下山的路被暂时封住，不过老胡却并不在意。由于壁炉的给力，外面零下30度，他的房间却温暖如春。考虑到室内的储物空间不足，老胡准备给餐桌做个手拉抽屉。总有人问野外生活的意义在哪里？大概是外面大雪纷飞，他却可以专心沉浸在热爱的事情里，不用担心房贷和工作，只需要去过他喜欢的生活。给抽屉做好碳化后，老胡组装了窗帘杆，挂上从奶奶家里拿来的餐布，田园风的氛围感被轻松拿捏。